男子企图强行对女孩做些什么，做不到就诋毁她，说她风骚。这女孩名叫彩香，她小时候没有父亲，对男人一窍不通，纯真的彩香。她看到一个英俊的雕像，忍不住亲了一下，可能觉得不过瘾，她的注意力又转到了别的地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他一到就看到她在那儿做着奇怪的事，他一脸错愕地问她在做什么。彩香回答说，出于少女的好奇心，赶来的男生叫山野，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是个花心的人。一听说彩香对接吻有兴趣，就自告奋勇。但当他正准备行动不轨时，又有个女孩走进门来打断了他。他说学生会的会议要开始了，问他们俩还在那儿干嘛。山野被吓得浑身发抖，顿时胆怯了。他停了一会儿，然后迅速跑向楼下的教室。正当两人准备开会的时候，那个叫他们的女孩梨奈突然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。她说学校里有个学生在夜店工作，传言他还陪客人喝酒，做着一些不堪的事。梨奈这样说的时候，不时地看向彩香，差点就点出彩香的名字。彩香也没打算隐瞒，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就是那个人，但他坚称自己没有陪酒，也没做其他不端的事。但梨奈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继续用尖酸的语气指责。他说彩香的妈妈开夜店，暗指他的母亲是个不体面的女人。彩香听不下去了，直接上前狠狠地给了梨奈一个耳光。他说他可以忍，但绝不允许别人诋毁他母亲。被打的梨奈当然不会就此算了，立刻追出去，还给了彩香一个耳光，然后警告彩香不要再接近山野。他声称自己和山野有婚约，一方是议员的女儿，另一方是大财团的继承人，他们是天生的一对，绝不是像彩香这样的夜店老板的女儿能够匹敌的。他临走时还不忘嘲笑彩香，说彩香这种人注定一辈子低人一等。彩香心里有话想说，可是现实的无情让他感到力不从心。他失落地回到了母亲经营的夜店，刚推门进去，就看到两个小流氓在里面捣乱，他们留下一堆钱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准备离开。母亲气愤地把钱扔在了他们身上，坚称就算再穷也不会卖掉店铺。在把那两个无赖赶跑后，母亲转过身来安慰彩香。彩香问母亲是否真的做过那些传言中的事，母亲听了有些恼火。她告诉彩香，自己虽然开了夜店，但是绝对不会贱卖自己，只会和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，那才是女人的幸福。彩香对母亲的回答感到满意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正当他准备离开夜店时，却发现母亲突然倒在地上，他急忙把母亲送往医院，这才得知母亲早患有脑瘤。彩香心情复杂，难以名状。母亲为了她的学业付出了太多，想减轻母亲的负担，彩香决定退学，没有任何犹豫。就在她回学校要办理退学手续时，对她念念不忘的山野却想对她强行迫害。彩香拼命挣扎抵抗，借助撞倒旁边雕像的声势吸引了老师，山野却先一步，恶人先告状，反咬一口说是彩香勾引他。山野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地产大亨，那两个之前捣乱的小混混就是他派去的。山野的父亲对彩香非常轻视，辱骂她是下贱的女人。辱骂之后，他把钱扔给彩香想了事。秘书掏出1沓钱，山野的父亲甚至加码扔了2沓，好像觉得彩香只值500万，多给1分钱都觉得是对钱的亵渎。他用500万试图威胁彩香保持沉默，要他不要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，但彩香不接受这种威胁。他一把把钱砸回那男人身上，表示有钱有权也买不到一切，无论多么贫穷，自己都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心灵，不就是权利吗？终有一天，我也会拥有那样的权利，到时候看他们怎么在我面前下跪求饶，甩下一番豪言壮语。我帅气的转身离开，说得好听，但现实并不像话。彩香刚踏出家门，就接到妈妈病危的电话，她急忙奔向医院，却只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。母亲去世让彩香顿悟了许多，自己曾被议员的女儿羞辱，被那些富二代欺凌，被有钱有势的老板轻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缺少金钱和权力，那我就一定要获得这些，向那些曾让我受辱的人复仇。我没有学历，没有能力，没有金钱，但我还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我身为女人的优势。我要用这股力量一飞冲天，成为那位高高在上的女帝，在男人世界中独占鳌头的女强人。女帝是夜场女公关心中的梦想，尽管我只是一个柔弱女子，却可以在政商两界穿梭自如，建立起强大的人脉关系。成为那样的女帝是彩香的目标。她走进了一家俱乐部，坚决地告诉那里的妈妈桑，她要成为最顶尖的女公关。这番话刚说完，夜店的当家花旦栗子立马跳出来讽刺，她嘲笑彩香太过自不量力，说如果连彩香这样的乡下姑娘都能当头牌，那么任何人都有机会。栗子又瞥见彩香脖子上的项链，嘲讽说那肯定是地摊货，殊不知这是母亲赠予的珍贵礼物。面对栗子的逼迫，彩香虽然愤怒，但并未发作，反而站起身感谢栗子的挑衅，并说他会将这些话铭记于心。栗子被彩香的反击弄得哑口无言，不知所措，只能灰溜溜的退场。妈妈桑见识到彩香的处事方式后，开始对她产生了兴趣，接受她加入自己的店里工作，并指派一个叫美术的女孩带领她熟悉业务。栗子对此相当震惊，她追问妈妈桑为何要留下彩香，旁边的经理也同样困惑，不明白妈妈桑为何要保留彩香。在她提问时，妈妈桑只是轻轻一笑，然后暗示自己可能找到了宝藏。妈妈桑很快就为彩香安排了她的第一个任务。彩香刚到这里，
第一份工作是协助栗子招待客户，客户见到清新可人的彩香，立刻对她展开追求。栗子在一旁假惺惺的附和，实际上却在暗中策划恶作剧。彩香起身给客人倒酒时，栗子故意踩了彩香的脚，导致彩香失去平衡，酒洒在了客人身上。栗子趁机斥责彩香，严厉批评她，声称这样的新手不配和她一起工作。栗子的态度不止于此，她故意排挤彩香，下班后叫大家吃烤肉，却故意不请彩香，有意孤立她，希望彩香因此而放弃。被忽视的彩香只能失落的回家，刚出门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掉了手机，彩香捡起手机想还给对方，但手机突然响了，接着那个失主出现，拿回了手机，并邀请彩香去打桌球。原来这是那个男生的搭讪手段。彩香虽然一开始有些害怕，但看到男生长得帅气就没太在意。男生开始教她打桌球，让她想象球是她最讨厌的人，抱着怒意去打。彩香立刻领悟，她把球想成了针对她的栗子，这样一来打球顺手多了。男生问起栗子是谁，彩香并未隐瞒自己的工作，告诉他栗子是他工作中的头号对手，总是找机会让他出糗。男生听后询问为什么彩香不选择辞职，为何还要坚持在那里工作。彩香回答说，一旦退缩就会变成一直逃避的人，他不想成为那种人。彩香的回答令人刮目相看，觉得他有着不同凡响的魅力。第二天彩香继续上班，栗子还是老样子，总是找彩香的麻烦，嘲笑彩香没有客人，说彩香就是个不务正业只会领工资的人。正当栗子讽刺彩香时，经理过来告诉彩香有客人点名要见她。彩香转过身，看到来人正是昨天那位帅气的年轻人。栗子看到彩香和他站在一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妈妈桑经验丰富，只需一眼就能看出来人是个非常危险的角色。下班后，妈妈桑单独找彩香谈了谈，告诉她不要再和那个男人来往，说他深不可测。彩香应付不来，一旦犯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彩香还很天真，刚到这个环境，她相信自己的人生观察力，没有把妈妈桑的忠告放在心上。离开俱乐部后，彩香又见到了那个男人，很明显他是故意等着她的。他说他今天刚拿到工资，想请彩香吃饭，选餐厅的地方也似乎很有心思。他调查了彩香的背景后，特地选择的挑了一家和彩香的家乡熊本同名的餐馆，餐馆的名字甚至和彩香妈妈曾经开的店一样。看到这家店的招牌，彩香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母亲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两人在餐桌上谈笑风生，那个男人的言语举止也很得体，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。彩香回到家，依然沉浸在刚才的欢乐中，但随即她笑容凝固。妈妈桑在彩香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她不希望彩香受到伤害，于是私下里雇了侦探去调查那个男人。调查结果显示，那个男人属于黑道组织银龙会的成员。彩香看着手中的照片，仍旧不愿意相信。妈妈桑却告诉她要面对现实，劝她尽快和那个男人断绝关系，否则最终一定会后悔。彩香感到心乱如麻，她刚刚动了情，对方却可能另有所图。归家途中，彩香接到了那个男人的电话，植入告诉彩香他借了朋友的车，想请彩香明天一起去开车兜兜风。彩香想起了妈妈桑的忠告，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植入的邀请。在另一方面，植入和银龙会的老大在澡堂见面了，老大对彩香评价很高，认为彩香能为他们带来巨额利润。植入向老大保证说他再进一步就能完全掌控彩香。第二天，植入带彩香去了海边，在海边简单玩耍后，植入开始了他的攻势。他毫不犹豫地吻了彩香，但彩香拒绝了他，并告诉他知道他是黑帮成员。身份暴露后，植入不再伪装，态度突然大变，想要强迫彩香。但经历了彩香的一番话语攻势，植入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感情，意识到他已经真心爱上了彩香。在了解到彩香梦想成为女帝后，植入决定支持她。他说不需要彩香用身体来偿还，只希望赢得她的心。转眼评选夜店头牌的日子到了，毫无悬念，头牌仍然是栗子。栗子在得到头牌后又开始讥讽彩香，看到栗子又拿到第一，彩香就去问美术怎么能成为第一。美术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，说做他们这行有什么诀窍，当然是靠身体啦。栗子就是用他的身体作为武器，吊住了一群有钱人的胃口，这才有了每月100万的收入。那天店里来了一个大佬，大家都称他为南方妖怪。这位大佬在南方有很多地产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富豪。妈妈桑说只要能抓住这条大鱼，就能让店的营业额翻一番。但这位大佬很难伺候，他每次来店都不点名任何小姐。彩香听后看向那位被称作南方妖怪的大佬，在他身上彩香看到了翻身的机会。在妈妈桑的引导下，彩香接近了大佬，可是那位大佬对他毫无兴趣，只是专心吃着瓜。彩香便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他想知道在他眼中优秀的女公关应该怎样。大佬听后稍微吃惊，然后说是那些能让他开心的女人。彩香抓住机会，恳求大佬给他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，承诺一定会成为能让他满意的女公关，但他有个条件，希望大佬能给他3次尝试的机会。看着眼前这个坚毅的女孩，大佬开始对彩香感兴趣了，于是他同意了彩香的要求，给了他3次机会。这让一向看彩香不顺眼的栗子更加不安，他立刻找机会对彩香冷嘲热讽，当着妈妈桑的面说，如果彩香没能搞定这个大佬，他就得离开这里。彩香当然不会示弱，他决定挑战大佬时就已经下了重注，现在的赌约只不过让他别无选择了。
他并不担心。那晚回家后，美术告诉彩香，明天是店里的新衣服日，所有的女公关都要换上新衣服服务，不换会被罚款。彩香刚到这里，加上平时节俭的习惯，她并没有买新衣服。现在她没有合适的新衣服可以拿出来，但她有办法。她拿了美术不要的旧衣服来改造，变成了一件漂亮的新装。只是当栗子他们知道后，知道她是用美术的旧衣服改出来的，又开始了一轮嘲讽。彩香不想搭理栗子的闲话，准备在开业前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，恰好遇见来找她的植入。因为栗子这个大嘴巴，植入现在也知道了彩香的计划，他要攻克的是那个南方妖怪。彩香请植入帮他调查了一下大佬的背景，大佬出身贫穷，小学还没毕业就外出闯荡了。在打拼的过程中，他展现出了商业天分，最终建立了现在的商业帝国。大佬曾经订过婚，但是对方贪图他的财富后就离婚了。从那时起，大佬觉得所有靠近他的女性都只是冲着他的钱来的。了解这点之后，彩香开始策划如何赢得大佬的心。回到更衣室，彩香发现自己的衣服被人剪破了，不用猜也知道这是栗子的手笔。在另一方面，大佬已经抵达现场，栗子在一旁对大佬不停地说彩香的坏话，因为他相信没有新衣的彩香不可能出面。但事情真的会如栗子所想吗？不要忘记，这件衣服本来就是彩香从美术那里拿来改造的，再次改造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只见彩香把长裙改成了前短后长的裙子，胸前点缀着粉色花朵，使她整个人看起来既优雅又性感，连一向警惕的大佬也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接着彩香开始了自己的攻势，她的第一招很实在，就是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她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大佬静静地听着，但彩香还没讲完，大佬就突然站起来离开了。栗子以为彩香把大佬得罪了，又开始讥讽，但只有彩香知道自己坦白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大佬的共鸣。第二天晚上，栗子因为大佬迟迟不来而开始讽刺彩香，但他话还没说完，大佬就推门进来了，并且对妈妈桑说要带彩香出去。大佬带彩香去了一家料理店吃饭，饭局上彩香请求大佬把她培养成顶级女公关，并表示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，哪怕是成为她的情妇。大佬以为彩香也像其他人一样只为了钱，但彩香坦白她知道她的过去，大佬立刻认为彩香在同情她，没多说就让她离开。彩香以为自己已经没戏了。第二天的事情出乎意料，大佬亲自打电话给她，约她晚上在温泉旅馆见面。电话一挂，彩香明白这是个机会，她涂上鲜艳的口红，穿上亮眼的衣裳去赴约，本是信心满满。到了温泉旅馆却犹豫了，她心里打起了鼓，深吸两口气，她还是迈不进去了。彩香向大佬坦白，不是为了钱，她的目的不是追求奢靡的生活，而是想要成为顶尖的女公关。她放弃了赔偿费，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希望大佬能多光顾店里，帮她提高业绩。大佬听后不由得露出满意的笑容，他向彩香保证，今后无需再伺候自己，他将全力支持彩香追逐梦想。其实不只是彩香的决心，更是他的坦率打动了大佬。从此以后，大佬就无条件的支持彩香。彩香成功应对了南方妖怪的挑战，栗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，先是嘲笑彩香胡搞瞎搞，成功后又说他门户洞开，但彩香不再纵容他，直接泼了他一脸水。栗子见状只好夹尾而逃，他记住了这一仇。夜店开张营业，今天又来了一位土豪客，他是当红作家阿吴，如果能被他指名，那将是一大笔业绩。他的身份很不简单，他点了栗子陪酒。正当栗子得意忘形时，妈妈桑也叫了彩香过去，两人本就水火不容，现在更是针尖对麦芒。聊到作家，话题自然离不开作品。作为店里的王牌，栗子当然做过功课，他立刻开始恭维阿吴，声称非常喜欢他的新书。这番话显然让阿吴很受用，紧接着他就开始讽刺彩香，说彩香这个乡下来的肯定文化不高。没想到这话反而让他自己尴尬，彩香却一点没乱，他平静地说他更欣赏阿吴早期的作品，那些作品更富有情感，而现在的书像是赚钱工具，就像某些人一样。彩香的评价让气氛突然冷了下来，阿吴也显得有些局促，吸掉了烟。不用问，就是他在彩香身上看到了编辑的影子。彩香这种直率让阿吴身边的人不太开心。栗子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暗自窃喜，以为这局他赢定了。阿吴却又一次来到夜店，特意叫彩香陪酒。彩香说话直接了些，但正是这样给了阿吴新书灵感，所以他希望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女孩。这一回合彩香赢了，但栗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晚上送客人离开时，他看到了跟黑帮混的植入鹤，意识到他的黑帮身份，栗子的脸上露出了笑意，脑子里已经有了新的计划。有了南方妖怪和作家阿吴支持，彩香迅速成为业绩第二的人物。虽然栗子仍是第一，但彩香的迅猛发展让他感到威胁。栗子的心机真是深不可测，他向彩香表示了真诚的歉意，甚至不介意成为彩香的助手。就这样，栗子突然变得乖巧许多。作为彩香的助手，他开始名正言顺地招待客人。没多久，彩香注意到常来的社长们已经很久没露面了，他去问南方妖怪大佬原因，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作家阿吴又来了，偷偷告诉了彩香一些事情。栗子利用自己的魅力挖了彩香的墙角，不用问他怎么知道的，因为栗子也对他使了手段。但阿吴比较正派，没对栗子的诱惑动心，别人就不好说了。不止这些，栗子还打破了行业的潜规则，
把彩香背后的南方妖怪给卖了。了解真相的彩香决定和栗子决一死战。他首先找到栗子的常客渡边社长，希望得到他的支持。在渡边社长犹豫时，给了他一把房间钥匙，然后设局让栗子的手下目击这一切。到了晚上，栗子果然上当，一步步落入彩香设的陷阱。彩香这么做是为了把事情搞大，让老板娘插手。因为彩香只是给了对方一个钥匙，并没有真的做出过界的事。但栗子就不一样了，已经用这种伎俩抢了彩香的客人，违反了公关的规矩。老板娘自然不能留着他，栗子就这样被逐出了夜总会。栗子输了这一局，但他不会就此放弃。临走前还放狠话，说要让彩香吃苦头。还记得之前有人和另一个帮派的人走得近，栗子撞见了吧？栗子以自己的身体做交换，让另一个男人好好的教训彩香一顿。这时彩香正在店里招待客人，今天有个不认识的男人点了她。男人解释了来意之后，彩香才知道这是他下午帮助的老太太的儿子。好心中有好报，这位男士是特意来感谢彩香的，还说以后会常来支持他。这时候几个小混混走进了店，看到这情况，老板娘立刻上前接待。他们说既然来了就要点头牌。老板娘提醒彩香要小心，她一眼就看出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三个混混把彩香拉到一边，接着就是一阵不堪入耳的嘲讽。旁边那个秃头戴眼镜的家伙甚至动手动脚。彩香一看形势不妙，起身就是一个耳光。这三个就是栗子找来的黑帮分子。话音刚落，曹操就到了。彩香刚动手，那个头目也冲了过来。他们显然不打算放过彩香，接着就试图强行带走彩香。这时，之前点名彩香的男人站出来了。秃头戴眼镜的家伙看到男人挺身而出，就嚣张地抓起了那男人的衣领。但旁边的头目一看清楚男人的面孔，立刻吓得全身发抖，急忙推开手下低头道歉。这男人的背景非同小可，他是京都大帮派的老大，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就能碾压。彩香因有这位男士撑腰，那些找麻烦的人只得落荒而逃。老板娘立刻看穿这是栗子的阴谋，叮嘱彩香要小心。而头目离开后，找到栗子在酒吧会面。栗子得知彩香安然无恙，气急败坏，愤怒地追问头目：“难道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吗？”结果连个女公关都没对付好。头目听了很不高兴，愤怒地回了栗子一个耳光。栗子接连遭遇挫折，他的心态越来越扭曲，对彩香的仇恨也愈发疯狂。这件事过后，头目意识到没能控制彩香，他急忙加紧行动。如果不行，他准备换别人。植入表面上似乎答应了，转身却立即去找彩香，正好碰到了追到大阪的山野，对彩香不轨。植入上前一拳就把山野打倒，山野小个子立刻倒地，鼻血横流，惊慌失措地逃跑了。植入劝说彩香离开大阪。这时，一个疯狂的女人冲了出来，正是彻底失去理智的栗子。她打算用硫酸毁掉彩香的容貌。植入见状，立刻挡在彩香前面，硫酸泼到了她的背上。失去理智的栗子仍不放弃，植入忍着剧痛制服了栗子。栗子一个弱女子，力气自然不如植入。她手中的硫酸瓶慢慢倾斜，最终栗子自食其果，硫酸溅到自己脸上，毁了容。两人还未反应过来，银龙会的人又追了上来。植入带着彩香急忙逃离现场，他们边跑边找地方躲藏，最后躲进了一家旅店。植入决定要离开这里，离开大阪。可彩香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植入了。尽管如此，为了支持彩香成为顶尖女性的梦想，植入还是下定决心，选择了两人分开。彩香心里其实明白，如果要和植入在一起，她就得放弃成为顶尖女性的志向。没有了植入的彩香，一夜之间失去了斗志，变得无精打采。幸亏南方的某位秘密人士及时提醒了她，唤醒了她的斗志，并建议她离开大阪，去往更大的城市发展，去那些政商演艺界精英云集的地方，去那个可以证明自己成功的地方——东京银座。在一个大佬的指点下，彩香回忆起自己过去被欺负的经历，内心逐渐坚定。于是，彩香跟妈妈桑道别，独自一人前往东京银座这块新天地。她遇见了南方人物介绍的新妈妈桑。彩香到银座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今晚的酒会女招待，藤平清史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北田红和协力元当制作负责人。彩香在酒会上意外遇见了山野和梨茶尾由希子。彩香刚到银座就碰上了宿敌，梨茶显然没有放过羞辱彩香的机会，他开始对彩香进行挖苦和嘲讽。看到彩香没有回应，故意向彩香要了一杯橙汁，然后有意把橙汁洒在自己的鞋上，让彩香帮忙擦。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彩香在众人面前出丑。在所有人的目光下，彩香选择了低头给梨茶擦鞋。彩香一边擦一边对梨茶说，梨茶之所以得意洋洋，全是因为他出生在好家庭，如果没有家族背景，他什么也不是。而自己和他不同，自己会凭借自己的能力站到比他的家族还要高的位置。但骄横惯了的梨奈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。梨茶仍旧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还嘲笑说彩香这种底层之人永远变不成凤凰。但是彩香的真实身份就真的那么简单吗？梨茶离开之后，彩香把目光投向了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。很快，彩香跟随直入新妈妈桑的俱乐部。妈妈桑让一个叫做小薰的女公关带着彩香，彩香与她随意聊了几句，意外地发现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正聊着，客人来访，来的是个常客，竟然是人气作家阿吴。女士们立刻变得异常兴奋，小薰尤其是目光闪闪。阿吴恰好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型，
不过阿吴这次是来找彩香的。当阿吴点名要见彩香，小薰的表情顿时就沉了下来。她私下里抱怨，不明白一个乡下来的土女人怎么会认识像阿吴这样的成功人士，极度让她心境难平。阿吴得知彩香来到东京，马上就跑来祝贺她，还特地点了最贵的香槟。小薰看到这一切，对彩香的敌意更深了。下一次面对彩香，她的态度已经完全变了。大家都提醒彩香要小心小薰，说虽然小薰只是个大学生，但她绝非易于相处的人。在得知彩香的梦想是成为女帝后，妈妈桑抽空在周末带她出席佐和妈妈桑的生日聚会，来祝贺的都是银座有名的妈妈桑。而佐和妈妈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泡沫经济破灭那会儿，银座几乎支撑不住时，是她想尽办法保持了银座的繁荣。她是最配得上女帝称号的人。聚会结束，彩香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小薰，没想到的是，小薰竟然是黎奈的同学，两人一搭一唱，又对彩香进行了一番尖酸的嘲讽。但这些冷嘲热讽反而坚定了彩香成为女帝的决心。彩香回到家，美术来找她求助，在彩香的推荐下，美术也开始在夜总会工作。但因为彩香，她一来就遭到了小薰的针对。晚上营业开始，阿吴又来了，但彩香已经有客人预约了。小薰一见情况，就主动坐到了阿吴旁边，等彩香来了之后才走开。阿吴得知美术也来东京了，就邀请他们周末到他家做客。他打算亲自烹饪，庆祝他们到东京。周末终于来临，阿吴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，他写的一手好文章，烹饪技术也是一流，而且聊天技巧特别能讨女孩子喜欢。阿吴的幽默让彩香和美术笑个不停。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想起与阿吴愉快的相处，彩香忍不住想到了植入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，在做些什么。又是工作的一天，妈妈桑突然找彩香问起小薰的事，说他今天没来上班，也联系不上。彩香说她不太了解小薰的情况，他们并不熟。但是当彩香在店里看到阿吴的同事，却没有见到阿吴本人，她立刻感觉到了异常。她试着给阿吴打电话，但电话打不通。结果正如彩香所猜测，小薰就在阿吴的家里。他以完成学校报告为借口，正与阿吴讨论美国文学。小薰的目的自然是试图在谈心后将阿吴拉到自己这边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阿吴来店里，还是专门找彩香。彩香对阿吴的关心已经超出了普通客人的范围。小薰未能如愿以偿，他所在的公司也破产了。大家这才知道小薰打工的真相，他是真的需要生活支撑，而且他甚至打破了行业规矩，用自己的方式抢了别人的客人，所以一开始工作就遭到了惩罚。彩香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那就是辞掉工作，打算自己开店。最终小薰向彩香发起了挑战，决定一战高下。彩香和美术晚上出去吃饭时，新闻报道了一名背部有烧伤痕迹的男子死亡的消息。彩香想到植入为了保护他而背部被硫酸烧伤的事，身高等特征也都符合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而且死者是银龙会的成员。听到这些，彩香感到头晕目眩。这些特征加在一起，不就是她深爱的那个男人吗？情绪失控，她在雨中的大街上狂奔，脑海中却浮现与家人共度的温馨片段。她无力地倒在地上，不愿接受那个死去的人是植入。直到阿吴偶然发现了她，阿吴把彩香带回了家。换了干净衣服的彩香仍旧沉浸在失去挚爱的痛苦中，忍不住捂嘴哭泣。阿吴第一次看到彩香这样的一面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只能轻轻地抱着彩香。他感受到了男人胸膛的温暖。再想到这几天与阿吴的相处，彩香早已对他有了好感。现在失去了与植入的联系，彩香便接受了阿吴的温柔。她向阿吴坦白了自己的过去。她的母亲也是银座的女公关，母亲因爱上了一个男人，怀上了彩香。那个男人却因为追求名利抛弃了他们。自此，母女俩的悲惨生活拉开了帷幕。彩香认为所有不幸都是那个男人造成的，她决定要成为女帝，并向自己的亲生父亲复仇。阿吴听完后万分感慨，他原本以为彩香只是个坚强的普通女孩，未曾想她有这样的过去。他向彩香保证，尽管自己能力有限，但会尽全力帮助她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在彩香20岁生日那天，妈妈桑带她见了一个特别的客人。那个男人名叫尾上，是一位国会议员。两人简单的交谈了几句，旁边的佐和妈妈桑提议他们跳个舞，实际上是为了让他们单独相处。他趁机向红美妈妈桑耳语，询问彩香长得像谁。红美妈妈桑本以为佐和妈妈桑只是随便问问，但当她细细观察彩香的面容后，脸色突然巨变，想起身却被旁边的佐和妈妈桑制止了。这时尾上的真实身份似乎不言而喻，正是那个抛弃了彩香及其母亲的人，他就是彩香的亲生父亲。后来彩香去佐和妈妈桑的店里，想要打听关于尾上的信息，没想到在那里竟然遇见了植入。这时的植入竟然是佐和俱乐部的一名服务员。再次见到心爱的人，彩香立刻追上了植入，质问他为什么还活着，却不联系自己。但植入的态度却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对彩香非常冷淡。这种冷漠让彩香愣在了原地，她顾不上问尾上的事，直接冲回了家。一回家就倒在地上，扑在美术的腿上，失声痛哭。第二天去上班的路上，彩香偶然看到植入被3个人围住，她急忙边求救边走了过去，这才把那3个男子吓跑。当彩香准备检查植入的伤势时，植入却依旧冷漠地推开了他。同事告诉彩香佐和俱乐部出了问题，
现在的服务生和女公关都在反水。听完这些，彩香恍然大悟，原来那3个男人是想拉植入跳槽。他们刚讲完，妈妈桑就过来了，然后带着彩香一起去了佐和俱乐部。原来佐和俱乐部正面临财务危机，员工们一个个都离职了，只有植入还在努力外面找女公关。植入接下来的行为更是出乎彩香意料，他竟然跪下来，甚至请求彩香跳槽过去工作。这种明目张胆的挖角行为让彩香震惊，本以为红美妈妈桑会很愤怒，没想到红美妈妈桑主动说话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已经看出彩香的潜力，他非常想亲手培养彩香成为女帝，但在他的小店里，彩香的才华只能被埋没。在佐和妈妈桑这里就不同了，尽管面临财务危机，但顾客群体依旧存在，而且多数客人都是财政界的重要人物，对彩香来讲，这是个天赐良机。既然红美妈妈桑都这么说，彩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，她决定转职到佐和俱乐部。当然，她的密友美术也一起转过来了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佐和俱乐部现在只剩下5位女公关和2位服务生，开业2小时，只来了1位客人。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，但是有位绰号银座魔女的女公关惠里，她一直在鼓励着大家。惠里对彩香显得特别友好，下班后她还带彩香去买新衣服。彩香穿着惠里挑的衣服回到店里，她本想问问植入对自己的看法，但植入对她的态度依然冷漠，连美术都看不下去，直接找到植入进行了质问。植入的回答是他跟彩香再无瓜葛。彩香感到非常受伤。这时候佐和妈妈桑出现了。佐和妈妈桑早就察觉彩香和植入之间的事，为了安慰彩香，她带着彩香去了酒吧，并向她透露了植入的过往。植入来到她店里已经1年多了，他第一次来时就大手笔请了5名女公关，临走时却说自己没钱结账。佐和妈妈桑询问他为何光顾他的店，植入说他只是想见见传说中的女帝，结果他被银龙会的人抓了。原来植入一直被银龙会追杀，他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所以想在临终前亲眼见女帝一面。这份执着引起了佐和妈妈桑的兴趣，他的请求下，银龙会最终释放了植入。从此之后，植入就成了佐和俱乐部的一员。为了银座的霸主之位，佐和妈妈桑告诉彩香这些是想让她摆脱过去，勇往直前。但彩香心中仍有疙瘩，她还是不明白植入为何性情大变。在佐和妈妈桑表示如果1周内生意没起色，就准备关门大吉时，那些熟悉的佐和俱乐部常客纷纷光临。彩香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，这就是所谓女帝的力量。不止这些，就连阿武也来了。彩香热情的迎接，随即想到了旁边的植入，她的脸色顿时显得尴尬。虽然只是一刹那，但阿武敏锐地察觉到了。阿武还带来了1位电影导演，导演一见彩香，立刻看中了她，打算邀请她出演阿武小说的女主角。不过最终没有从俱乐部挖走彩香。彩香下班时看见植入穿着的衬衫，正是她与惠里逛街时惠里选给男朋友的那一件。得知惠里的男朋友是植入后，彩香冲出去了，出门就碰到了等着她的阿吴。很明显，阿吴是特意来等她的。看到阿吴，彩香扑进他怀里大哭起来。第2天上班，彩香遇到了自己开店的小薰。小薰见到彩香就开始冷嘲热讽，然后递给她一份报纸，报纸头条是她和阿吴的照片。彩香以为自己惹了麻烦，急忙去找佐和妈妈桑道歉，没想到这一切竟是炒作。正是这篇报道让佐和俱乐部一夜之间人气大增，来店的客人让彩香成了店里的明星。而成为女帝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名气。今晚的彩香打扮得格外美丽，是因为要接待的客人是国会议员尾上。彩香自然地触碰了尾上的腿，并且身体慢慢靠近了他。现在的彩香似乎变了个人，表现得有些不择手段，就像一个轻浮的女人。旁边的佐和妈妈桑意识到了这一幕，彩香在使用女性的魅力诱惑尾上。下班后，佐和妈妈桑告诉了植入真相，她透露了尾上是彩香亲父的事实，同时也提到了彩香想成为女帝，向亲生父亲复仇的事情。但成为女帝不是想当就能当的，需要得到众人的支持、期望和帮助。而现在只顾复仇的彩香是无法当上女帝的。第2天，彩香带着便当去看望尾上，告诉他这是母亲传授的家常菜。尾上吃后非常满意，不停地点头赞扬。彩香却在想，仅仅是这些感谢的话吗？这个男人显然已经把母亲忘得一干二净。尾上说，作为这次晚餐的答谢，彩香想要什么尽管向他提。彩香提议下次找个2人可以单独相处的地方用餐，说着他的手轻抚上了尾上的大腿。这时另一位议员突然来访，那人正是黎奈的父亲北条。彩香鞠了一个躬便告辞离开，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北条对他已经起了不轨之心。到了晚上，那位对彩香有意的电影导演高须再次来到店里。之前报纸上关于彩香和阿吴的炒作正是他策划的，这次他带来了1位男士，那位男士名叫大祥，戴着眼镜，西服笔挺，看起来像个斯文人士，实际上却是东京最大黑帮的老大。这确实是个权力巨大的超级大鱼，彩香对此感到非常兴奋。另一方面，小薰最大的金主爸爸破产了，金主爸爸一倒，生意自然也就随之消失。作为妈妈桑的小薰本应该安慰她的女公关们，但她却非常固执，直言只要想辞职就辞职吧。她这话一出来，所有女公关都纷纷离开，小薰自立门户不久就宣告失败。但在她最无助的时候，植入突然找到了她，
并带他回到了佐和俱乐部工作。再次见到彩香，小薰非常真诚地向彩香道歉，请求彩香作为前辈多指点他一二。但彩香心中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得小薰并没有什么好意。她的闺蜜美术也有同感，也劝彩香要多加小心。到了晚上，那位东京黑帮的老大大祥又一次来到店里，并且特别点名要彩香陪酒。不止这些，他还邀请彩香周末跟他一起去打高尔夫球。这一切都被躲在角落的植入听到了。下班后，他便劝彩香不要去。植入告诉他，不论大祥看起来多么有礼貌，表面上多么友好，黑道的本质永远不会变。可是彩香似乎是在和植入作对，他越是反对，他越要去。周末到了，结果正如植入所说，大祥的温柔确实让人心暖，但他一旦发怒，同样让人胆寒。球赛结束，大家准备离场，彩香注意到有个形迹可疑的男人，那人竟然从包里掏出一把枪，瞄准的正是大祥。大祥完全没有防备，彩香本能地挡在了大祥前面，因挡枪而被送进了医院，幸好伤势不重，无生命危险。佐和妈妈桑和植入也马上赶到了医院。植入非常生气，大祥让彩香卷入黑道纠纷，决定找大祥理论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植入很快就被按倒在地。这一行为足以证明植入心里还是关心彩香的。彩香出院后不久，就听说好友美术要结婚了，这是个好消息，彩香真心为她的好友感到高兴。不过不久，美术就开始向她借钱，而且一开口就是50万。追问之下才知道是为了美术的未婚夫，因为他的公司急需资金周转。对此彩香半信半疑，于是把这事告诉了妈妈桑。那些总是勾搭女公关的、骗钱后就消失的骗子，如果不是美术亲眼看到未婚夫的出轨，他可能还深信不疑。受骗的美术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幸亏彩香及时回到家中，这才救下了美术。躺在病床上的美术向彩香敞开了心扉，听完美术的所有经历，彩香决定帮好友讨回公道。他独自一人前往那个渣男的老巢，但那群小流氓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黄毛甚至还想对彩香不轨，结果被彩香巧妙制服。其他的小混混看到这情况便围了上来，但都被彩香的气势给震慑住了，谁也不敢走上前。就在这时，大祥推门而入，原来那个渣男竟是大祥的手下。大祥向彩香保证会处理那个渣男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彩香的名声因此更上一层楼，那些曾被渣男骗过的女公关都送来了感激的鲜花给彩香，这些鲜花成了银座女公关对彩香认可的标志。彩香因此离女帝的宝座更近了一步。那一天，北条议员突然找到彩香，邀请她做委员会议员的女伴，参加今晚她女儿的婚礼。彩香一直想要靠近尾上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但她不知道北条也有利用她的打算。彩香进了尾上的房间，闲聊了几句，就施展了女性的魅力，温柔地拥抱了尾上。当她以为自己将要成功时，尾上却说他不会拥抱她。彩香以为自己不是尾上喜欢的类型，但尾上说他发誓不会和除了妻子之外的任何人有关系。听了这话，彩香有些急躁了，质疑尾上所说是否真心。尾上便向他讲述了过去的故事，关于他和彩香母亲的往事。20年前，他爱上了彩香的母亲，但当时的他已经定了总裁女儿的婚约，对他的事业来说，选择总裁的女儿显然更为有利。但他当时并未那么做，甚至想放弃一切与彩香的母亲共度一生。然而，彩香的母亲选择了离开，为了尾上。从那时起，尾上便发誓不与任何除了妻子之外的人有任何关系。得知当年的真相后，彩香已是泪眼婆娑，但她现在还不能就这样离开，因为这关系到她的面子，会让北条议员难堪，也会让作为女公关的她失面子。因此，她请求尾上让她留宿一晚。尾上同意了她的请求。她离开之后，彩香躲进浴室痛哭。她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误解，她的父亲并不是她所想的那样，但她并没有和父亲相认。她决定继续追求自己的目标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她进入尾上房间的那晚已经被人偷拍了。这一切都是北条议员安排的。尾上是下任总理的热门人选，北条打算用这些照片要挟尾上，让他提名自己为外务大臣。北条立刻行动，不久便拿着照片找尾上，得到了外务大臣的位置。得偿所愿后，这边还特意跑过来感谢了彩香一波，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。当妈妈桑得知北条当了外务大臣，很是惊讶，她察觉到了事情的蹊跷，她的话也让彩香感到事情不对。彩香突然想起北条的感谢，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。彩香不是容易对付的，既然被利用了，她也有办法让对方下台。彩香找到北条，撕破衣服，弄乱头发，故意弄得自己衣衫不整，然后开始威胁北条，不想名誉扫地就得听他的，以为北条会慌乱，但彩香想简单了，北条让他随便叫。这时侍者上来送酒，北条问这里有谁，侍者看了彩香一眼，却说房间里只有北条一人，权力的保护就是这样，小员工自然是不敢去得罪有权势的人，为什么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拿小费呢？彩香陷入了绝境，气急败坏的北条甚至想对彩香施暴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响起一串快门声，总有人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。在彩香需要帮助时，直到他的出现，形势立刻逆转。北条企图夺回相机，却被一拳击倒。彩香要求北条辞去外务大臣，否则就公开照片让他名誉扫地。无奈的北条只得顺从。听到消息的山野也很识趣，
主动找上彩香。山野知晓后，主动联系彩香，亲自将照片和内存卡交给他。另一边，北条企图孤注一掷，但怎么也找不到照片和内存卡。这时，山野返回，让北条主动退位，他将接管一切。梨奈看到丈夫态度大变，梨奈自然而然地将这一切过错都推到了彩香身，对彩香的憎恨更深了。解决问题后，彩香回到店里，发现小薰抢走了她的头牌位置。美术疑心小薰用了不光明的手段，彩香也注意到小薰的客人对她有所畏惧。梨奈气急败坏地冲到店里找麻烦，侮辱彩香一番。得到头牌的小薰也不再隐藏，与梨奈配合给彩香泼水。幸亏妈妈桑出面，避免了事态扩大。下班时，小薰的客人找到了彩香，透露小薰用身体拉拢客人，从他们那里获取公司机密，用此威胁他们经常光顾，让他们花费巨额酒钱，已经难以承受。彩香了解了全部事情，想要对付小薰，需要得到他手里的录音，但该如何操作呢？人总会有弱点。而小薰爱上了一位男公关，彩香故意接近那位男公关，与他进行喝酒比赛。如果彩香胜利，那男公关就得帮他取得录音，但彩香的酒量实在不行，几杯后就倒下了。但他并未放弃，他再次找到男公关，告诉他小薰的行为关系到所有人的声誉，如果客户得知录音的存在，就无人敢光顾我们的店了。男公关并未立即答应彩香，即使彩香跪地恳求，也无济于事。男公关伸出了脚，告诉彩香，只要舔干净他的鞋子，他就会给他想要的录音。他只是想为难彩香，没想到彩香真敢去做，吓得他急忙收回了脚。彩香却不愿罢休，让男公关也不知所措，承认彩香真是个硬角色。听了彩香的话，男公关最终还是答应了，决定交出录音给彩香。第二天，男公关约了小薰，巧妙地问出了隐藏录音的地方，那地方普通人确实难以取得。趁小薰洗澡时，男公关把录音全数交给了彩香。彩香并不打算利用这些录音，他在那些客人面前承诺销毁录音。这件事让彩香赢得了众人的认可，他向店里的女帝宝座又进了一步。已经疯狂的小薰竟拿刀想要伤害彩香，彩香并没有逃避，是植入及时出现救了他，幸好及时送医，没有大碍。这是让妈妈桑也了解了植入的一些事。一位地产商突然来找妈妈桑，说房子到期后不再续租。地产商的突然拜访必有原因，原来都是梨奈的阴谋。为了报复彩香，他甚至出卖了自己，与地产商勾搭上了。彩香很快找到地产商理论，才明白一切都是梨奈指使的。梨奈依然傲慢，但内心充满了嫉妒。他不甘心，不能接受彩香这样的底层人物过得比他好。为了拯救佐和俱乐部，彩香不得不下跪恳求。但在这关键时刻，妈妈桑挺身而出，帮彩香站起来，威慑住了两人，带着彩香大步离开。彩香和美术晚餐时接到电话，电话传来南方妖怪病危的消息，临终的老头给了彩香一大笔遗产，帮助她登上女帝宝座。但彩香拒绝了这笔钱，她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这个位置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彩香回到店里，发现吧台起火了，纵火的竟是小薰，而操纵小薰的背后黑手是梨奈。梨奈诱骗小薰说，只要他放火就能救他的父母，但这全是梨奈的谎言。梨奈其实也看不起小薰，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小薰决心彻底放弃了，这正中彩香的下怀。只有小薰绝望了，他才会向警方揭露梨奈是纵火真凶。两人一说要报警，地产商立刻慌了，赶忙把所有责任推给梨奈，下跪求饶。这一局彩香又赢了，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，佐和俱乐部重现昔日繁华。但彩香准备离开，自己开店，她需要妈妈桑做保人。彩香提出了这个请求，妈妈桑带她去见了一个人，那就是现任总理尾上。尾上早有预谋，在彩香出来东京的那场酒会上就知道了她的身份。作为她的父亲，未能为她做更多，现在想做她的保人，帮她实现成为女帝的梦想。但这计划又被梨奈利用了。梨奈得知总理是彩香的保人，立刻把收集的证据卖给了尾上的政敌。只要尾上下台，他父亲就有机会上位，同时也能打击彩香，这对他来说是两全其美。新闻上曝光了总理给女公关做保人的事，银行因此停止了贷款，彩香的店因此装修停滞。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梨奈出现在彩香面前炫耀，但胜败尚未尘埃落定。梨奈万万没想到，尾上总理和彩香竟是父女。尾上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尾上总理把所有事情都公开了，包括他年轻时对一位女公关的爱恋和对她的亏欠，还有彩香是他亲生女儿的秘密。作为父亲，他的担保是为了弥补对女儿的愧疚，助她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新闻发布会后，舆论立即转向支持彩香的名声更是大涨，支持尾上总理继续执政的声音也大增。知道了彩香真实身份的梨奈也放弃了与彩香对抗的念头。彩香的店终于开张了，众多少女踊跃来应聘成为女公关，但彩香并不知道，这些少女全是植入用尽生命在街头找来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彩香终于从佐和妈妈桑那里听到了真相，原来店主一直患有脑瘤，生命已所剩无几，这才是他对彩香态度冷漠的原因。但他深爱彩香，助她成为女帝是他的梦想。知道真相后的彩香泪如雨下，她更加坚定了成为女帝的决心。彩香的店铺开业日迎来了，宾客云集，现场热闹非凡。妈妈桑和尾上总理也来祝贺。不止这些，妈妈桑还透露了植入的现住址。彩香按照地址
来到了海边的一间小屋，回头就看到了坐在海边的植入。这一次，彩香没有犹豫，也没有退缩，她已经明白了，有什么比成为女帝更重要，那就是与植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此后，她每天在银座和海边家中穿梭，尽管忙碌，但幸福满满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她兴奋地跑回家告诉植入，却发现植入坐在椅子上，向着两人定情的大海，永远闭上了眼。时间飞逝，1年转瞬即过，彩香带着两人的爱的结晶来到植入的坟前，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，名叫明日香。